你就穿这个？没关系，没人会看鞋子。哦，太不般配了！快快把鞋脱掉。哦，真难看，我最会变鞋了。只见女人挥舞手中的魔法棒，女孩的脚上突然就变出了一双水晶鞋。接着女人再次挥舞，又把一个南瓜变成了一辆南瓜车。车有了，那拉车的肯定就少不了。这时女人看了看地上的老鼠，再对它们轻轻一挥，老鼠们顿时就变成了一匹匹英俊的白马。这下白马也有了，那车夫当然也少不了。于是女人又将地上的天鹅变成了一个马车夫，还顺带将地上的蜥蜴变成了女孩的侍从。最后女人又看了看女孩身上穿着的破烂衣裳，这可不是一位公主该有的形象。于是她又用手中的魔法棒对女孩轻轻一挥，女孩摇身一变，直接就从一位平凡不起眼的女孩变成了一位高贵而美丽的公主。看着女孩这漂亮的样子，女人也总算是完成了她的心愿。而女人之所以这么帮助女孩，是因为她是仙女教母，她一直都在守护着女孩的这一家，她不愿看到女孩受到伤害。而女孩原本也是这个大家庭的公主，而且还是这个家族的独生女，她从小就非常受父母的疼爱，直到她母亲去世后，女孩的噩梦才正式开始。因为父亲常年工作在外，女孩母亲去世后就很少有人照顾到她。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孩，父亲给她重新找了一个新母亲。可谁知这位新母亲却是狼子野心，来到女孩家也只是为了取代她的地位。而且这位新母亲还带来了2个女儿，这2个女儿一天吵吵闹闹的，而且智力还有点问题。他们一家3口在女孩父亲还在的时候还装作很喜欢女孩的样子，可他父亲一不在就立马变了个眼色。然而最难过的一天还是来了，为了家庭生活，女孩的父亲不得不远征出差工作。他告诉女孩，在他不在的这一段日子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和自己的新母亲好好相处。无奈女孩只能答应父亲的要求。到了第2天，女孩与父亲道别后，父亲就坐着马车走了。可谁能想到这一别却是永久。然而父亲才刚走没多久，新母亲就开始搞事了。她给女孩说自己的2个女儿一起住一个房间，天天吵吵闹闹，很不自在，说他们住一个房间实在是太拥挤了，要是能换一个大的房间就不会这样了。而女孩也是听懂了新母亲的意思，说自己的房间最大，自己愿意把它让出来。新母亲一听也是没有半点退让，还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更过分的是，女孩退让后，新母亲居然还让女孩去住楼顶上那间最破烂的房子，还假装说那里最为安静，都是为了女孩好。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新母亲就让女孩赶紧去收拾房间。她完全抓住了女孩善良的一面。就这样，女孩被他们无情地赶去了楼顶上的阁楼。不过女孩也没有因此受气，至少这房间真的如她所说挺安静的，而且这里还有几只陪伴她的老鼠存在，这样她在这里也不会感受到孤独。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孩在阁楼住了好几个月，但自己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回来，甚至连消息都没有。直到有一天，约翰叔叔，瑞拉小姐，你父亲出事了，他在路上得了病，不幸去世了。我们完蛋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一个噩耗传来，直接将女孩拉入了绝望的深渊。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将来的事情，可一想到父母从小就教她要学会坚强，女孩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于是到了第2天，女孩辞退了家里的佣人，她开始自力更生，自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的新母亲与那2个女儿却是越来越过分，认为女孩现在没有人撑腰，在家里直接把她当成了佣人在使唤。女孩干最累最脏的活，却连饭都吃不饱。然而他们却过着皇帝般的生活，看着女孩一天干完活灰头土脸的样子，他们还给她取了一个外号，叫灰姑娘。至此，灰姑娘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灰姑娘，这名字好像魔咒，仿佛有种力量。突然之间，她觉得她的继母和那对姐妹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由灰尘和泥土化成的肮脏不堪的生物。女孩在一气之下，骑着快马就往丛林里跑去。这时的她就只想一个人出来好好散散心，殊不知这一出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之后她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头山鹿，正准备上前与之打个招呼，不料她发现此时正有打猎者在向他们靠近，于是女孩让山鹿赶紧跑。而这时打猎者也发现了他们，然后打猎者也追了上去，他用手抓住了女孩的白马，将女孩强行逼停了下来。你没事吧？我倒是没事，可你们差点把他吓坏了。谁？那头鹿，他招惹你们了吗？你们干嘛要追他？他是你的朋友吗？只是远远见过，我们是初次相遇。我感觉他这一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这些。小姐，你怎么称呼？我的名字无足轻重。你不该单独到森林里来。这儿不是还有你吗？先生，你怎么称呼？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叫我 Kit 好了，
我父亲心情好了，就这么叫我。你住哪 ，Kid 先生？在王宫里，我父亲正在教我怎么做事情。你是一个学徒？差不多。啊，你可真幸福。大家对你好吗？哦，好的，让我受之有愧。唉，你呢？他们也算勉为其难了。哦，对不起。你没有错。他跑了！别让那些人伤害他好吗？我们是在打猎，这很正常。正常并不等于这种行为就是正确的呀。你又对了。那你会放过他，对吗？是的。哦，你在这儿啊！我的叫我 Kit，叫我 Kit， 我马上过来。我们该回营地了 ，Kit 先生。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来。真希望还能再见到你。我也是。就这样，王子和女孩的一次偶然相遇后，王子开心的离去了。走之后还不忘回头看女孩一眼，而这天也成为了女孩最开心的一天。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之后王子回到王宫，把女孩的事情全部讲给了父亲听，还表示自己已经认定了这位女孩。但他父亲听了似乎并不是那么高兴，说王氏家族的婚姻就应该门当户对，这样才能扶助百姓。说完就把王子带到了画室，说要为他画一幅画像并举行一场舞会，还表示这场舞会各国的王室都会来参加，他会借助这个机会为王子挑一位中意的新娘。然而王子却不是很情愿，表示自己可以举行舞会，但条件是这个舞会必须给所有人开放，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听了王子的请求，国王也只好无奈答应了。就这样，国王将这个喜讯很快公布了出去，百姓听了也是纷纷叫好，而女孩也对此非常高兴，因为她也希望能够再见王子一面。之后，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女孩新母亲的耳朵里，她表示这次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的2个女儿好好打扮，一定要在这个舞会上抓住王子的心，这样他们才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完就让女孩火速去为他们准备礼服。到了晚上，2个女儿的礼服都制作完成，正当新母亲还在夸赞她的2个女儿时，不料这时女孩走了下来，看着女孩这身漂亮的样子，他们通通傻眼了。女孩表示自己也会去参加舞会，但不是去为了追求王子，因为她还不知道之前的那个打猎者就是王子。可新母亲又怎么可能让女孩的英姿盖过自己的女儿呢？她说什么也不让女孩参加，然后趁女孩不注意，直接扯烂了女孩的衣裳。这下是真的让女孩无法了，因为这是她唯一好看的裙子，还是她母亲生前穿的。之后女孩便一个人跑了出去，她来到后院大声哭泣。她不明白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她答应过母亲要学会勇敢，但她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再向前了。而就在这时，女孩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位老人，他问女孩能不能帮她，说自己现在很饿，问女孩能不能给她一个面包或一碗牛奶。女孩二话不说就去给老人倒了一碗牛奶，老人津津有味地喝下了它。然后突然间奇迹发生了，只见老人突然全身一变，直接变成了一位身穿白裙的魔法仙女。老人表示自己是仙女教母，她可以帮助女孩完成她的一桩心愿。说完就将她带到了花园，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仙女首先是将一个南瓜变成一辆南瓜车，接着又将地上的老鼠变成了白马，然后又将天鹅变成了马车夫，蜥蜴变成了女孩的侍从，最后又将女孩破烂的衣裳直接变成了一件湛蓝的大裙子。女孩瞬间变成一位美丽而高贵的公主。仙女表示时间不等人，她让女孩赶紧上车，因为王子的舞会就快要开始了。而就在上车之际，仙女看到女孩居然穿的是一双破烂的布鞋，这可与她现在的气质不搭配。然后仙女叫女孩赶紧脱掉鞋子，又再次挥舞手中的魔法棒，仙女直接在女孩的脚上变出了一双闪闪发光的水晶鞋。女孩看到很是高兴，不过女孩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她希望在舞会上自己的新母亲不会认出她。然后仙女答应了女孩的请求，不过她告诉女孩，她身上的这些魔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只要一过了午夜12点，这些魔法就会通通收回，女孩的一切也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女孩表示到午夜就已经足够了。之后女孩便坐着南瓜车前往王子的城堡了。而另一边，王子的舞会也已经开始，国王正在给王子挑选贵族新娘，可王子却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一直在等着女孩，他相信女孩也一定会来参加这个舞会。各国的贵族公主陆陆续续走来，包括女孩的新母亲和她的2个女儿也来了。不过国王和王子都压根没有看上他们。而这时女孩也终于来到城堡门外，她赶紧下车跑进城堡。就当王子以为女孩不会来的时候，女孩突然推开了舞厅的大门。这一刻，王子的笑容都合不拢嘴了，而女孩的美丽也瞬间惊呆了舞厅里的所有人。王子也慢慢地向女孩走去。就这样，女孩和王子再次相逢。 Kid 先生，是你对吧？就是我。公主殿下，如果可以，允许我牵着你的手步入这个舞池，跳完这第一支舞曲。是的，舞曲可以吗？
就这样，王子与公主在舞厅上跳起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支舞。他们的舞蹈在整个舞会上耀眼发光，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柔情，就连女孩新母亲的2个女儿看了都自愧不如。之后，王子带着女孩离开了舞厅，还带女孩去了他自己的秘密花园。接着，王子让女孩坐在了秋千上，他一边推一边聊自己的过往事情。而就在这时，女孩的水晶鞋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王子看到立马捡起了它，并缓慢地给女孩穿在了脚上。之后，王子询问女孩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而正当女孩准备说出口时，午夜12点的时钟突然响起。女孩听到响声，表示自己该走了，于是她立马起身跑了出去，因为她不想让王子看到她狼狈的样子。可王子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离去？于是王子也紧跟着追了上去。而女孩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自己不小心跑掉了一只水晶鞋，她正准备回去捡，可时间来不及了，没办法，女孩只能这样回去。然后王子就这样捡到了女孩的水晶鞋。